我现在是在首都机场 T3航站楼啊，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深夜的2点钟了啊。一会儿呢3点钟我将搭飞机呢前往日本福冈啊，这应该是我第一次去福冈。从北京飞是没有直航的，只能转机。转机的话，一般呢就是3个地方啊，你要不是从上海转机，要不是从首尔转机，要不是从香港转机啊。我这次选择是从香港转机。那你为什么不从上海转机呢？对吧？从这个地理距离上来说的话，从上海或者首尔转机呢都比较近，这2个地方也有直飞的航班，大概飞福冈的话2个多小时左右啊。但是我这次还是选择了从香港转机啊，因为综合比较下来啊，还是香港稍微的便宜一点，虽然呢比较绕远，再考虑到近期中东局势还是比较紧张的，这个国际油价上蹿下跳，票本身应该是不贵的，但是税费包括燃油费、基建费加起来的话都是在往上涨，所以呢也是做出一个比较理智的选择啊。再说了，咱也有的是时间，是不是？反正就在飞机上多坐2小时，也没什么不好的，是不是？给大家看候机的这个游客还是非常多的，基本上这边的话，你往前走都看不到什么空位。给大家看一下深夜的首都机场，还是有不少飞机啊。从这边看去的话，1架、2架、3架、4架啊，那边应该还有一些。这都是一会儿马上即将起飞的航班啊，从北京飞往世界各地。哎呀妈呀！我这个鼻子这儿的痘破了，哎呀！这都是水。现在在我这一片候机区域啊，只有一个星巴克在开着，看不到还有其他的在开啊。借着现在这点时间啊，先把电话卡安装一下啊，然后点一下激活啊，点一下继续。现在显示呢正在激活状态，因为它一定是得连接到日本本地的运营商的时候，它才会有网络啊。所以现在咱们在北京接收不到是正常的，这就说明已经安装成功了，准备登机了啊。这队伍还是挺长的。历时大概得有8、9个小时啊，终于到福冈了。这一路上感觉是太疲惫了。一会儿呢，马上就入境。入境的过程还是非常丝滑的啊，大概也就是花了个20分钟左右。现在提着行李箱就可以去国内航站楼啊，因为这是国际航站楼，没有地铁。现在已经从博多站出来了啊，机场搭地铁到博多路程啊，大概就2站地，也就5分钟左右啊，还是非常方便的啊。像这个大多数国家的机场啊，基本上都是建在离市中心之外差不多40、50公里或者50、60公里的地方啊。福冈呢是比较特殊，它的机场是建在了市中心啊，对于交通来说是非常方便的，基本上条条大路通机场。而且呢，据说福冈的市中心呢没有那么多的高楼啊，因为旁边建了机场。但是据我观察来看，好像也有一些啊，也不是完全没有。住在这块的话，其实出行啊什么的，我感觉会更方便一些。出来之后呢，我就打算先步行回酒店了啊。酒店离博多站距离大概也就是1.3公里左右吧，走个20分钟。你也可以搭乘公交车啊，这个路程对我来说还可以啊，尤其是我这回提了个比较重的箱子。上车下车的感觉不太方便啊。现在已经是下午1点多了啊，还没怎么吃饭呢。等会儿找个地方先吃个饭，先把箱子呢先运到酒店。这附近的餐馆还是挺多的啊。然后我远远的闻见了一股好像是那种纳豆发酵的味道啊，有点这个又咸又臭的这个感觉啊。哦，这块是有毒八喜啊，有毒八喜里边卖电子产品的啊，外边播放的广播啊都是用中文播放的啊。这好像是牛肠锅吧，看着挺好吃的样子啊。其实我之前在大阪的时候吃过牛肠锅啊，其实牛肠感觉没有多少，嚼在嘴里一化，再就个饭啊，还是非常香的。这玩意儿非常下饭。看这个十字路口啊，其实就印证了那个说法啊，确实这个楼看起来没有那么高啊。我感觉这个像这种楼的话，一般5、6层，再往远了去，我感觉高于10层都比较少啊，还真的是这样。今天正好赶上个大晴天啊，其实我前几天看这个福冈这边的天气预报啊，基本上雨天比较多啊。今天正好赶个晴天啊，比较热。我感觉体感温度差不多得有30度以上啊。正好这路过一个日本加油站啊，看看现在这个日本油价是多贵啊！这写着会员价，最上面那个我感觉应该是92号，159日元，和应该是8块钱不到啊，7块多。下边这个应该是95号，170，不到8块5。下边那个应该是柴油。149，合人民币不到7块5这个样子啊。我感觉呢，现在也比这个国内的这个油还
略微便宜一些啊。即便这个日本还是个贫油国啊，油都在靠进口。现在已经成功进入酒店了，给大家看这个酒店的环境啊，还可以啊。我看这个 Google 上面说的是4星啊，大概是4星的标准啊。这边刚办完入住，我这个房间呢是双床，一晚上大概我订的时候是600多块钱啊，人民币啊，我觉得还是挺划算的啊，当然不含早餐啊。这边住店的话还要交这个住宿税，住宿税的话一天大概是200日元吧，像我住10天的话，我就交2000日元啊，应该是不到100块钱。现在基本上日本每个城市都有住宿税啊，在订酒店之余，到酒店里边还要单交的一笔钱啊。看起来还是不错的啊，这个房间的大小啊，大概是24平左右啊。所以在日本来说的话，如果有这个面积的住宿，应该是挺奢侈的了。一般的话，你要住个什么小酒店呢，你也就住个10几平米的啊。好，开门。我操！先把这卡插上。哎呦！哎，这个过道也是挺窄的啊，我感觉那到不了24平啊，有点夸张啊。其实这房间还是挺小的，但是基本上呢能够你活动的啊，2张床，然后呢这间隙也不大啊，这儿有一个这种沙发啊，你可以跟这儿坐着。看看这里边是啥啊？这里边是马桶啊，经典的干湿分离啊。这里边空间还是挺大的啊，你看这专门给一个小隔断啊，你可以跟这儿洗手。边呢是专门一个浴室啊，可以淋浴啊，你也可以在这个浴缸里边洗澡啊。我感觉这2个空间吧有点太大了，如果把洗澡空间再缩小一点啊，给这个床的位置多留点空间，可能要好一些啊。现在我感觉有点本末倒置了啊，床的这个区域弄得挺小啊，这个卫生间弄那么大，感觉没太大意义，感觉是比较奇怪的一种设计啊，不知道你们怎么想？看看窗外这个景色怎么样啊？这个景吧也就中规中矩吧，主要是福冈也没有什么这个高楼大厦啊，这边基本上看起来像是这种居民楼，这是一个公寓。我看这还有人跟上面晾衣服呢啊，把衣服当干子，就跟这晾衣服呢。哎呀，这不知不觉的已经在酒店里边躺了2个小时了，终于出来了。现在已经快5点了啊，但是今天连一顿正经饭都没吃呢。博多这边最有名就是博多拉面，所以呢就找了一家离酒店比较近的一个小店啊。我看这个谷歌地图上评分还不错，大概有个4.3分、4.5分这样的啊。尝尝这边这个拉面到底怎么样？这附近基本上都是民居啊，大大小小的各式各样的公寓。这边是一个24小时 laundry 洗衣房。下午5点，博多居民区的附近，街道上的行人和车辆还是很少，还没有到晚高峰的时候。我靠，这个好像是一个大宾利啊，在一众的 K car 里边啊，鹤立鸡群。终于到了啊，这家博多拉面店啊，进去尝尝这个味道怎么样。自助点面机啊，拉面我也来一个这个，我吃一个炸鸡块，这块还只能投纸币啊，一共2610，投个5000吧。这店里边只接受现金啊，得亏就是出来之前换了点现金啊。点了一块这个唐扬炸鸡啊，这一块的话大概是150日元啊，我觉得这个一块也是挺合理的。如果说你花个30、40、50点了好几块，回头您又吃不了啊，还得强撑着把它咽下去的话啊，是挺难受的。所以我觉得这种一块一块点也比较好。点了一份，它叫炒芥菜啊，它那个中文翻译是炒芥菜，实际上应该就是他自己提前腌好的芥菜，就是一个小凉菜啊。凉菜的话，还又点了一个土豆泥啊，点了这么多小菜，都是为了配这个面吃啊。然后就是咱们今天的主角啊，他用的这个肉叫背膘，我不知道那个背膘是指的是哪个部位啊，跟那个叉烧有什么区别啊？先喝口汤啊，尝尝这味儿怎么样啊？汤的这个味儿啊非常浓厚，不爱吃咸的话，可能确实有点偏咸偏油啊。喝了口汤，再来一口面吃啊。这个面比较有嚼劲，比较有弹性，完全的跟这个汤汁是融为一体，非常的入味儿。尝一片这个肉，跟普通的炖的那种白肉还是不一样啊，它这个肉还是带点猪肉特有的那种骚味儿啊。可能有些人觉得猪骚味儿没出去，感觉还有点恶心，但是我其实觉得还好。溏心蛋，它这蛋黄都是流心的啊。尝一块这炸鸡啊，果然还是刚炸出来好吃啊！这皮非常的脆，来一口土豆泥，尝尝这个芥菜啊，这其实就是那种小咸菜，腌的比较入味儿。
其实这碗面的话呢，看着这个碗还是挺大，其实面的量没多少啊。如果是你吃一顿饭的话，应该是不够了啊。哎呀，吃饱喝足果然不一样啊！这精神气头一下缓过来了啊！我刚想起来一件事儿啊，之前从博多站出来的时候，我应该是把我的 JR Pass 给兑换一下啊，但是可能忘了，所以现在呢就再去一趟博多站，离我这边的话大概是700米左右啊，咱们就走过去。为什么要订 JR Pass 啊？如果是你想去博多周边的城市一日游啊，比如说熊本、长崎，你如果单独买票的话，往返一个人就得差不多3、400，甚至4、500，或者更贵。我因为在这边要待10天嘛，后续几天的话，我可能会去一些九州的其他城市做个一日游。这种情况下，买一个 JR Pass 的通票比较划算啊。我买的是全九州的 JR Pass， 基本上可以覆盖九州地区的所有的线路啊，比较方便。而且一个人呢，大概是1000块钱左右啊，拿这个券坐个3、4回车啊，往返福冈和你要去的这个城市啊，大概也就回本了。所以我觉得还是比较划算。现在呢，咱们就出发去博多站，把这个券先给取回来啊。它是一个实体的一个票券，领完这个实体票券之后呢，热门城市的话一定得去车站订座位的机器上去提前预定啊。拿这个 JR Pass 的话是可以无限次预定的啊，它还给你提供一个在网上预定的窗口，但是你在网上预定的话，预定一回你得交1000日元，不太划算。我打算呢，领完 JR Pass 的券之后呢，就在车站的预定座位的机器上啊，先把后面几天我要去的地方全都定下来啊。如果说之后有变动的话，你还可以去车站去改，这样的话就灵活就方便很多。今天福冈的天气非常好，蓝天白云啊，而且最高气温的话大概也就是30度左右啊。6月份是这边的梅雨季节啊，我之前看这边的天气啊，基本上每天都是下雨的这种天，但是呢，今天来的时候确实赶上了个好天啊，我觉得还是不错。希望未来几天呢都是这种天气啊，这样的话呢出去会更方便一些。前方应该就是博多站了啊，这边大家都下班了已经。博多站地下街啊，我现在是在 JR 博多站啊。博多站里边呢可以去领 JR Pass， 你在网上提前预定好了啊，一般都是来这块领。咱们应该去那个票务中心进去问问人家怎么领啊，从这儿进去。那先在这儿排队吧。排队期间，你准备好2样东西就可以，一个是你在网上提前买好的 JR Pass 的2维码，一个是你的护照。工作人员会检查你的护照的海关贴纸页，这位戴眼镜的大叔会帮你填写好兑换申请表，你只需要把护照和线上预订凭证给他看一下就可以。工作人员给你办理的步骤啊，主要分这么几步：第一步，先扫描你的护照，核实一下身份信息和入境信息；第二步，将你的 JR Pass 2维码的信息录入到铁路订票系统里，这会跟你确认激活 JR Pass 的日期。系统确认后会打印出一张和普通车票差不多大、带磁条的 JR Pass 通票。整个流程从排队填表到办理，大概得花差不多半个小时左右。大家可以看啊，这个就是取票机啊，可以拿自己的 JR Pass 插到这个机器里边，就可以选去什么地方、出发的日期，以及说你的座位啊都可以。我现在是刚从订票的预订机出来啊，这个玩意儿一开始看的时候还挺难使。你如果买的是全九州的 JR Pass 的话，它右下角会有一个选项啊，就是优惠订票。我大概花了差不多将近1个小时的时间啊，把我这最近10天的行程全都给定下来了啊。但是它这个机器最烦人的地方就在于，你一次插入 JR Pass 券，你只能从 A 订到 B， 如果想订返程的话呢，还得重新把 JR Pass 的券插进去，再订返程的票啊。所以这一来一回的话，特别的折腾人，特别的麻烦啊。而且呢，它虽然是说有中文的提示啊，但是你比如说你想去九州的某个城市的话，你还是得会这个地方的罗马音的拼写。比如说我想去长崎啊，我不知道长崎的罗马音怎么拼，我还得现查啊Nagasaki， 然后我再输入一个 N， 它对应出来了长崎啊。所以如果说出一个线上这种小程序啊，那么着直接订的话，可能会比这个轻松的多。上车的话，我直接给乘务员出示这2维码就行了。但是你在这块取的是车票，你进站的时候呢，你是用 JR Pass 那个券进站，但是呢，你坐车列车员查票的时候，你给他看的是票。所以这个东西怎么说呢？可能是他们长期以来的这个习惯吧啊。之前的话我也做过 JR， 但是我没在这个买票机上买过票，我一般就是刷那个 IC 卡进出站啊。所以这回买了全九州 JR Pass 券之后啊，自己预定哪天出发，预定哪个座位啊，亲身感受了一下，我这个脚都已经站得比较酸麻了啊。希望我说的这个能给大家一点参考啊。晚上博多站的
附近啊，明显比我下午来的时候要热闹多了。各个店铺该亮灯的亮灯，该开门的开门啊，人也是特别多了。现在已经是差不多快8点了啊。我本身打算今天去景点附近溜一溜啊，但是时间不是特别够。明天打算也是在福冈啊去溜一溜。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了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还请点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的日本9州之行还在继续，咱们下期影片再见啦！